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。阮玲，你要杀你就痛快点。我知道你的手为什么在发抖，因为你想见同舟是吗？杀了我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哎，这不是子慧的吗？啊，喂，你看，黄花，红花，子慧遭绑架了。走，追，这，老爷。丁德兄，丁德兄，您消消气，想开点，丁德兄，别往心里去。消消气。走开，丁德兄，老爷，走开！黄粱一梦。黄粱一梦啊！陈老爷，郑大人，郑大人，你帮我查查，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搞错呀？老弟，不必再查了，我再三核实，就是华强。陈老弟，以后我不能再照应你家了，因为我同情变法，反对法国人修铁路，已经辞官不做。新来的知县很快就会到任，老弟，你要多保重啊！什么？你辞官不做了？无官一身轻，老弟，在此乱世，不做官也罢。华强呢？也不能做官了啊？永远不能了吗？事业的心血啊，挥之一旦啊！我这是一生的期盼呐，老弟，郑大人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我陈明德在这个时候你还能来看。来，咱俩喝杯酒。好。哎，干！谢谢你肯光临，谢谢你一直照顾华强。哎，老弟，请起。老弟，若还是官绅，我也就不敢当贵府了。现在没了乌纱，
我可以说人话，办人事啊。你不该辞官，不该辞官呐！国破家义不保，自古就是这个道理。老弟，我有几句话，请你转告华强。不管他是做人还是做官，都要做得一身正气。如果说一个人连自身的清白都不能自保，那这个官不做也罢。孔圣人，弟子蒙您教诲，忠孝二字，一天也不曾忘记。这次弟子为云南百姓请命，呼吁朝廷停修丧权辱国的铁路，全是出于忠心。虽然被贬，仍无愧于心。但华强失了孝道，对不起先父，也对不起丈人。华强恳请圣人开恩，能让丈人原谅，让家人释怀。什么？他回来了，还去了孔庙？是，他没脸来见我，有脸去见孔圣人。我现在就去找他，我饶不了他。老爷，老爷，爹，我不是个读书人，但我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华强啊，华强，你枉费了我一片苦心呐！爹，我陈鼎德在各九是名声显赫，号称1000万家财，可以号令3000沙丁，挥手就可以买下这半个蒙自城。我为什么偏偏培养你呢？我图的是什么？爹，你不要叫我爹。我为什么要把鹿儿许配给你？啊？我为什么要把鹿儿许配给你？鹿儿6岁的时候，我在矿山上用尽了我的积蓄，也没有找到矿。我准备让沙丁们散伙，另找安身之处，把我仅有的10两银子打碎，偷偷地分藏在沙丁的枕头底下。半夜，我背着鹿儿下山，在路上遇见了一条大蛇，我们慌不择路，又走进了山中。鹿儿为了给我找口水喝，掉进了山沟里。当我从水沟里把它捞上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这是一丛草皮荒啊，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草皮荒啊！从此，我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成了今天的陈大喜。没有鹿儿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你该知道，鹿儿在我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位置，比我老命都要重啊！爹，你不要叫我爹，你
不配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你对得起我一片苦心吗？啊？你对得起鹿儿对你一片厚爱吗？我的鹿儿，在孤独中整整等了你3年呐。他图的什么？图的什么？老爷，您息怒啊！您对华强的心意大家都清楚，您的恩情华强他知道啊。陈华强，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，你良心何在？我为什么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？如果你爹在天之灵能看到的话，我会告诉他，我没有对他儿子不尽心，是他自己背信弃义。爹，你听我说。住！岳父大人，华强不才，但我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我自己良心的事。我承蒙您的恩情，也终于考上了进士。只是我因为上书，你为什么要上这个书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那你对我陈家就不用负责任了吗？啊？你说，你说，华强若是对得起国家，就对不起陈家。忠孝不能两全。岳父大人，恕罪。哼！退婚！我要退婚！我女儿就是在家里守一辈子寡，也不能嫁给那个无情无义的东西。爹，你就原谅他吧，你念他一片痴心，只为报国。报国？他连这个小家都报答不了，还报什么国？爹，华强他毕竟是个有血性的人，他这次好歹捡了条命回来。那些什么谭嗣同，他们是犯了死罪，家族也受了牵连。他还想帮我拉下水吗？休想！现在要把他扫地出门，清理门户。爹，你一生仗义，从不欺负落难之人。现在华强就是在犯错，你也不能把他赶出门呐，爹。你还护着他，你还护着他。华强到现在都不认个错，我还留着他干什么？爹，自古只有男修女，婆家修媳妇，没有女家修姑爷的。爹，我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不能有一个祸害在家里。我不能在全城的百姓面前抬不起头。爹！我应该杀了你。我已经跟我自己说过很多遍了，如果再见到你，一定要杀了你，因为你害了我丈夫。阮丽，你就不想见同舟吗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替他来找我？
因为我们是肝胆相照的朋友。可是很多人都告诉我他已经死了。对，他的确是受了很重的伤，可是他现在已经全好了。就算他没有死，那么长时间了，他都没有来找我，可见他已经把我给忘了。你一定是喜欢他，不然你不会为他做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同舟他真的没有死。如果你爱他的话，你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。不，我不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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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中国人！你要杀你就痛快点！我知道你的手为什么在发抖，因为你想见同舟是吗？杀了我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阮玲，你也不想杀我对吗？我听你丈夫说过，你从小就信佛，你也不想伤害任何生命的。阮玲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就算是在九泉之下，我也会为你和同舟感到惋惜。王姑娘，你受惊了？没事，那个越南人呢？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太好了。范夫人，你别害怕，没有人会伤害你的。啊，伤害我，不要伤害我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同舟，你是他的人，你应该和他在一起。就是死了，我也要找到我的同舟。我一定带你去找他，你放心。华强，3年没见，我还是什么都不是，什么作为都没有。华强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夫君，我不图你荣华富贵，至今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。真的不怪我吗？我从此再不能为国了。你不嫌弃我？你是为国家，为云南的父老舍弃了功名，鹿儿为什么不能为我的夫君舍
舍弃一世的荣华富贵呢？华强，露儿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我这辈子报答不了你。下辈子我做牛做马，我也要报答你。华强，露儿有一事相求，你能不能去跟爹爹道个歉，搬出老屋，搬回家来住啊？我已经跟他老人家说了，我是不孝之子。爹爹他不能原谅你，是因为你上书把到了手的功名给丢了。华强，你还不了解他吗？你只要给他认个错，他就……我上书没有错，我真的没有错。你就算是为了露儿，去认个错好吗？我没有错，错的是朝廷。华强，他认错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他为什么自己不来？为何当面认错？爹，露儿求求你了。他性子倔，又爱面子，可是他心里面已经知错了。算了，任他去吧，我就只当没有这个女婿。可真是亲者痛，仇者快。幸灾乐祸的刘抹杀哪儿肯放过我的太爷爷？他开始策划怎样落井下石了。他一边听着白灿给他出着坏主意，一边揣摩着用什么样的招数来整治我的太爷爷，置他于死地。好了好了，我让你打听陈家的事儿呢。哦，陈华强没脸进陈家，又跑回他老屋住去了。露儿呢？听说对陈华强还挺痴情，一直在他爹面前替那个傻子求情。他爹想让他改嫁，他还宁死不从呢。别的我都不可惜，我就是替露儿惋惜。他怎么就喜欢他呢？啊，那个大傻子，我不觉得他好。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嘛。放屁！露儿的见识一点不输给男人，知道吗？那是，她是蒙自最出色的女人。哎，只可惜呀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这话我爱听。现在那个陈露儿啊，一定为当初拒绝少爷而后悔呢。是吗？现在这陈华强仅仅是不得志，要是他倒了大霉呀，那就不光是陈大喜想退婚了，那个陈露儿啊，也就不会那么死心塌地的了。快进去吧。范同志呢？范同舟呢？范同舟，范同舟，阮离，同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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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
我已经给你找到了，你们之间应该是有很多话想说吧？再会。子慧，总长，子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问他去吧。你为什么拿刀对着他？为什么？我以为他把你出卖给法国人了，刀是他给我的，说是要是看见了法国人就……你把他想成什么人了？啊？他出卖了我，又来诱捕你，你竟然能把他想得这么卑鄙无耻！人家不顾性命无数次的救了我，又来找你救你，你不但不领情，反而拿刀对着他，你就是这么知恩图报的吗？你太过分了！董长，对不起。闭嘴！跟我说有什么用？去，找子慧道歉，马上去。如果他不原谅你，永远都不要来见我。小姐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就别再说那些丧气话了，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。我看啊，老爷这次去各就，也就是想去散散心，说不定他一回来心一软，就原谅他了呢。就算是我爹能原谅他，可他将来可怎么活呀？他除了读书之外，什么都不会，靠什么自立门户啊？在蒙自各就没颜面，可以去河口，去安南呢。你想想，他这个人识文断字，满腹经纶，能说会道的，人又不傻，账会记，算盘会打，还去京城见过世面呢。他要是跟着你爹做生意，说不定啊，那还是块经商的好材料呢。说的也是，可是那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看姑爷啊？你是怕老爷知道了？不会的，我再去准备一些吃的，一会儿好带上。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承喜，你要走吗？华强哥，你走吧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走吧，我不怪你啊。华强哥，我得回乡下去，那里好讨生活。可是我舍不得你，我本来想一直照顾你，伺候你，我不应该在你背的时候脚底下抹油开溜。不是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，我连我自己都养活不了，我更养活不了你了。不，华强哥，你走吧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知道吧？不是华强哥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举人，永远是进士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学问的读书人。别说了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不是，华强哥，我
我去给你买米线，买鸡汤，我们好久没吃了。不用了。不，我一定要去买。等着。糟了，怎么了？篮子里面只有米线，忘带鸡汤了。那我回去取。好，那我先去姑爷家，你快去快回啊！哎，我就来。好的。在北京，天天都想吃米线，可是回到蒙自，竟然有点咽不下去了。怎么会咽不下去呢？华强哥，你就是这样送我的吗？你多吃点，这米线多好吃啊！闪开！走！走吧，都走吧。就算天下人都离我而去，我也无怨无悔。我程华强没有错，错的是朝廷，朝廷错了。大胆的朝廷罪人，在家不思悔过，居然还敢辱骂朝廷，我们大家都听见了。来呀，扒拉！走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我犯了什么王法？程华强，告诉你，有人把你告了，说你在孔庙散布违信言论，辱骂朝廷。县大爷让我们带你去游街，杀杀你的威风。走！我没有辱骂朝廷，我只是说，我只是说朝廷错了。朝廷的对错，岂能容你胡说？这不是辱骂是什么？还想抵赖啊？快走！朝廷难道有错吗？难道就不会错吗？快走！让开！让开！我没有错！快让开！我没有说错！放开辱我！我们是立宪公司。刘默沙得逞了，可怜我那太爷爷被游街示众。长这么大我没见过游街，可听爷爷说，对那时的人可谓是天塌下来了，是比死还可怕的大难。说，我是维新余党，不思悔过，辱骂朝廷，罪加万死。说，走开，好人啊！说，我没有罪，有错的是朝廷。他们让洋人在这修铁路，是我们的耻辱，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。废话，我没有罪，有错的是朝廷。什么？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？他们这是诚心要赶我陈大喜的难堪。备马，回蒙自。你可回来了？怎么回事？韦老爷，新来的胡知县说，有人举报，说是姑爷，说是程华强那天在孔庙当众散布违心言论，辱骂朝廷，所以要游街示众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老爷，请容我说一句不该说的。说。老爷，不管您承认还是不承认，在外人眼里啊，他毕竟是陈家的女婿，这样要游街，不光是他颜面扫地，连陈家的脸上也无光啊！还是跟胡大人
疏通疏通吧。哼，我还指望他光宗耀祖，他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爷，小姐不见了！什么？真是越忙越添乱。他刚才不是还不省人事吗？刚刚大夫走以后，我给他煎好了药，端进去就不见了小姐。快，派人去找，派所有人去找，找不回来，谁也别想回来。走，带我去见胡大人。我离这么难了，赶快回去，给我回去！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小姐，没事。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乡亲们呢？乡亲们呢？你们看到这么一个读书人受到羞辱，你们难道不难过吗？洋人欺负我们，也欺负我们的朝廷。他只不过想让我们的朝廷知道，想让他们挺起腰杆来做人，他错了吗？没错。你们这样的羞辱他，他现在一腔忠心却报国无门，丢了到了手的荣华富贵，又有家不能回。如果非要说他是罪人的话，那我就是罪人的妻子。如果非要让他游街的话，那我愿意和他一起游街。小姐，我要跟你一起游街。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读书人啊？就是，人家毕竟受过进士的，那可就是天上的文曲星啊。是，对待臣民只会遭报应的呀。说得对，啊，说得好。这不是公子吗？程华强是我们蒙自城的骄傲。对，是骄傲。他们这样对待一个读书人，那是不公平的。太不公平了！我们应该到县衙去喊冤，求知县大人放了程华强。对。差官大人，在此稍后，我去面见知县大人，替程公子洗雪冤屈。刘公子，我们在此等候你的消息。刘公子，好人呐！好人呐！这位程公子救了，有救了，就是我们在等吧，我们都在这等吧。这位胡大人可真不好说话呀。是啊，要是郑大人还在，就不会出现那种事情。老爷，还是先把小姐找回来要紧了。好吧。少爷，咱们还真的去求胡大人放人呢？废话，刚才那么多人我说的话，岂能食言啊？那怎么跟胡大人说呢？有什么不好说的啊？既然能让他抓人，咱们自然也能让他放人，无非多发几个银子吧。少爷，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鬼神莫测，鬼神莫测呀！哎呀，这一回啊，这个小女子可要感激少爷一辈子了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哎，我这可是为了刘家和蒙子的声誉，岂是为了他啊？那是。哎呀，这样一来呀，全蒙自的人都知道，少爷是豪侠仗义，帮危救困，刘家又赢了陈家一招，嘿嘿嘿，真是高明。您说是吧，少爷？快点！哎，车夫加速！整个蒙自城
只有你懂我。小姐，小鱼，你来了，老爷让我来接你。那华强呢？老爷说，虽然华强给陈家丢尽了脸，但是只要他肯认个错，也可以一起回来。你去跟老爷说，我要跟华强在一起。什么？可是这儿什么都没有啊！怎么没有？不是有华强吗？可是吃的用的什么都没有。有华强在，就什么都有；他不在，就什么都没有。你就这么回去跟老爷说。小姐，你真的就不回去了？我要帮着华强自立门户。什么？洛儿不回来？老爷，要不我去给他们送点东西，他们那边什么都没有。不行，他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居然跟着他赶去游街。他江城狡猾的，他不陪他去要饭吗？让他回来。可是小姐好像……他既然这么愿意跟着他去受罪，那就随他去好了。但是他别想从我这拿走一个铜子儿，我看你这个书呆子能不能养活他。老爷，可是小姐她很可怜的。这是他自找的。老爷，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